如何对待小孩的中文教育，你所持有的态度和实践的方法，尤其是身在海外啊，很多人对小孩如何学习中文啊，我想你身边也会有非常多这样的人，他们是嗯充满了焦虑的，下嗯足了功夫的，里面呢也嗯，是有各种各样的 debate。今天我们会开始一次非常职业的对话，你可以先做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吗？好的，我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我从小就很喜欢中文。毕业之后呢，我做了十年的记者，做了7、8年的编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写东西，写一些非虚构的一些东西，写一些专栏，写一些报道啊，报纸上的或者杂志上的专栏啊，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我的身份是一个以中文为生存手段的，一直在学习中文，也在用中文，也非常喜欢中文的这样一个角色吧。你一定就是一个非常热爱中文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我很喜欢中文，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很小的时候，可能4、5岁我就开始认字了，慢慢就可以进入一个自主阅读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嗯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我是怎么在我那个公众号上写过，就我是怎么我小的时候的阅读经验是怎么样。其实我是读了很多的书，大概从童话开始，再到后面的很多世界名著啊，各种就到了大学里面，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中国文学，嗯。然后文学专业，所以我也要读很多的东西，那就差不多阅读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部分。我可能到现在每天也都需要读好几个小时的书。对，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 lifestyle 吧，是我的生活当中非常重嗯，要的一部分，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兴趣，差不多是这样。你可以介绍一下就现在你所身处的环境吗？哈。对，我嗯是去年的年底才搬来奥地利的。我们现在在维也纳，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动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小孩儿也在这边生活，但是他们还很小。我有2个孩子，一个是4岁半，一个是1岁多，刚嗯刚过了1岁多的生日。嗯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对他们来说，现在中文环境就是我们家庭的内部的这个环境是一个中文环境，但是啊外部的环境是一个英文跟德语的环境，大概是嗯这样。我的大女儿呢，她比较特殊，她小的时候呢，她从14个月开始，她是在法语班级。法语的那个 哦 daycare 里面生活的，因为当时我是要去法国读一个 MBA，就是拿到嗯了一个 offer，所以他在那个 daycare 里面一直待到差不多3岁左嗯右，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他是嗯在这个环境下读书的。那后来当中我们又去了美国，去了1年不到的时间，所以他又在美国的 daycare 的那个 preschool 里面待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小孩他学语言，真的是一个完全跟环境非常有关系的一个嗯过程，而且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把它丢到法语的 daycare，他就能听懂法语，他就会唱法语的歌。你把它丢到 preschool，他就迅速的就会说英文。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比如说你已经离开中文的这个大环境嗯了，那你要怎么让孩子去学中文，可能是一个家长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因为你面临的问题是你如何创造一个嗯。跟中国一样的语言环境。如果你想让他跟那边的孩子的中文程度是一样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对于家长来说。他现在应该说啊，也是未来会去学习语言的一个能力的高峰期。根据我们小孩子的过往来讲，也差不多4、5岁开始去学习认字嘛。进入学校以后呢，他的阅读、写作又会慢慢跟上。当然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孩子的背景啊，因为他从在中国一直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差不多到马来西亚来。这边呢是读的是国际学校，所以我觉得他差不多中文水平，不论是听说读写，就停留在小学的水平。
这停留在广义上这中国的小学教育的水平，我觉已经得也挺很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们孩子就是我们的目标。对，所以我们形成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哈，你的小孩刚开始学习，你要达到的是我们的成就是吧？对对对对对，就你们已经是我所期望的最高高度，已经很高的高度了。好，我们会聊到啊，具体怎么学。有一些男性的朋友跟我抱怨啊，他说你不知道我太苦了，我太太让我跟小孩这个每天要教他唐诗宋词，回家以后还要教他写字，这边上的国际学校，我回来还得给他上一份学校，所以他这个感到非常痛苦。好，你自己作为一个中文这么好的人，是高于你的水平、你的成就都是明显的高于大部分，哪怕是在中国把它作为母语使用者的人。那么，你对小孩在这边接下来去学习中文所持的态度，或者我们说这种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非常有代表性。我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嗯，从我的大女儿开始，我怀孕开始，他就跟我说：“你现在要开始给他讲三字经了，你现在每天要给他读一下那个唐诗，这样让他进行一个胎教。”然后我女儿出生之后，他就开始给他读三字经，你知道吗？就非常离谱，他自己的中文都不怎么地的。他说他要去教他唐诗宋词，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从他的角度非常有意思，而且他经常跟我强调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学会中文，一定要看，一定要背唐诗。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唐诗那么纠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其实也并不会怎么背唐诗，你的水平，中文水平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可以随心所欲欣赏唐诗的地步。但是我发现很多海外的家长非常爱让孩子背唐诗。哎，我突然发现要了解你对中文的态度啊，从你先生切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我就比较容易知道你不希望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样，以及你们两个态度是如何调和，最终达成一个你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可以就接着说哈，你先生抱持一些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你是怎么样来看的？那我们就会知道你们家生活在海外啊，是怎么看待小孩学习中文的？我们家其实是这样的，他很纠结中文这个事情，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以后他要是不会读书写字怎么办？不认字怎么办？他觉得不认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严重。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你如果很 care 这个事情，那你上，你行你上。这个是，如果你很想让他学字，OK，我不反对，那你教他。但他可能教了一两次之后，他就放弃了，他觉得这个事情太烦了，就是太复杂了，而且就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跟他的不同就是，我可能从很开始就意识到学中文这件事情，尤其当你在大环境已经没有了的情况下，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是一个需要投入极大时间、极大精力的事情，不光是孩子，也包括你自己家长。所以从一开始，我其实没有下定决心说我现在开始教你识字，因为差不多就是4、5岁的时间了，你可以开始学认字了。但我没有 make 这个 decision， 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教他，这意味着我要投入怎样多的时间跟精力。那我衡量了一下我现在的时间，还有孩子的时间，还有他现在需要这个阶段对他来讲最必要的一些需要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我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我们就没有开始。对我们来讲，这个阶段现在就没有开始。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他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学中文，尤其在海外，你需要学中文，你要投入多么大的精力，很多家长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因为我回顾了一下我自己小的时候学中文的经历，我是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我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而且这个过程从我小的时候4、5岁刚开始认字，就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没有中断过。我觉得我的中文学习还是在继续的。那你要想一想，设身处地的为你的孩子想一想，他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这个兴趣，去投入跟你相当的时间来达到你现在这个水平。
我觉得很多家长是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哎，我每周送他去学1个小时的认字课，我就希望他中文好。那嗯首先，中文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很多家长也不清楚。第二，就是你这点时间投入没有用的，就是他只能产出这么点效果。他可能嗯有天赋，有语言学习的天赋，但是顶到天，他也就是这么个表现。你不可嗯嗯能期望他有一个多么多么像你想说那样，我觉得不嗯可能，因为大环境已经不是这样了。他嗯投入的时间摆在那儿，你每周送他1个小时、2个小时，就算一天又怎么样呢？他一嗯天有24个小时，一周有7天，那你在这个中文学习当中，你投入了多长时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投入产出，你投入多少就有多少产出。很多家长可能他夸大了，就是想当然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嗯嗯哎，我送你去了，为什么你学的那么差？你就开始批评孩子，你不爱学习，你也不怎么样，或者就是他意识当中，他知道我想要你学好嗯中文，但是他不知道学好中文意味着什么。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我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你要投入多少。那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投入到这个量的话，那他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我觉得我是坦然的，我可以接受这个，因为 it's the fact 就是这样子，世界就是这样。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而且一开始听你说，呃，你跟你先生都没有时间去教小孩中文哈，我听到的人肯定会冒起一些小小的疑问，说，哎呀，这个一定是太不负责任了，你都不愿意花时间啊教会你的小孩这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你随后的解释其实也解释了之前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你企图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这样持续投入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在投资，大家经常会说，你一次性投进去1万块钱和每天投1块钱投1万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很有可能每天不到量的一个积累，有可能其实甚至于都是白费的。你学的是，这不管多少时间都不可能，理论上都不可能达到它有环境的情况下达到的这个一个程度。所以我想你对。最重要的给我的启示是，你在认清了所处的现实之后，采取的是一个理性的措施。你要想清楚，比如说你现在每天花1小时教他嗯识字，当然是可以的，我也有这1个小时，但是你要估量，比如说这个1个小时，他可能有效果的，或者他会忘记啊，他会怎么样啊？他可能他学了几个月之后，他没兴趣了，那这件事情中断了，那你前面的这个时间就是白搭了，因为嗯没有用的，你会忘记，就跟你学了3个月的法语，你不学了。你会完嗯全忘记这个东西。那家长你要意识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是很想今年你去学这个，而且在他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这个兴趣的时候，你说我 push 你一定要做这个每天2个小时，2个小时对他来说是个很长的时间，对我来说也是，所以就得家庭当中你们要做一个评估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评估的问题，孩子你还有你的 partner 嗯。是一个全方面的。我想要再确认一下，以你的已经可以说实现很高的中文水平的这样的人来说，即便我们给小孩每天1小时、2小时的时间，加上他回家可以和你们2个人使用中文环境，你觉得都达不到让他怎么讲和在中国的小孩一样的语言学习的水平吗？中文学习的水平吗？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你嗯想，我小的时候学中文的时候，你认字，你要抄写啊，你要在学校做作业啊，你在学校整个学校的环境就是完嗯全的中文环境，你回来跟嗯他交流又是中文的，你不能低估学校的这个作用，还有包嗯括他跟他的同伴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嗯嗯，用的也是中文，这种时间是是是是是，不可估计的，就非常巨大的。比如说，而且就是我其实研究过，就大概做过一些研究，双语学习，还有一些其他多语学习。那孩子他其实学语言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向他的同伴学习，也就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目的，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嘛，他最嗯终的目的是想要沟通，而就是他
他为了沟通，所以他必须要去学这个东西，会投入到这个东西当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在他同类当中生存下去。那么，当他发现他的沟通不需要中文的时候，这个中文就变成了一个 interest，或者说大人是一个比较功利性的，比如说你有一个目的，你要学会中文，但是对孩子来说没有，他没有这个理性思维，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他生活当中用不到这个东西，他不需要去学它，他的大脑就会被其他的东西给占据，这是一个 nature 人类的一个天性。所以你如果要让你的孩子学会中文，那首先你要给他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你跟他必须得在说中文，你要让他给他读绘本，你要让他看大量的比如说书也好，或者电影也好，或者剧也好，或者反正就是这个语言环境嘛。因为你没有环境，你得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就跟学外语是一模一样的。你还得让你的孩子，因为他小朋友没有那么大的定力嘛，你得要让他做得下去，你得让他看下去，你要不断的提升他的兴趣，让他是自己想要去看，不是说我很烦，妈妈一定要让我坐在这儿看，就没有任何意义。你还要让他学得有趣，还要让他很难的，我觉得真的挺难的。所以你说为什么我没有下定决心开始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我没法花这么多心思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觉得可能投入产出不是特别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对，你讲的是一个现实啊，其实我也非常认可。但面对这个现实的人，不论现在在给小孩下了很大的功夫，还在学习在海外啊，我是指在海外的环境，在非中文的环境给他学习中文，或者说是在中国，或者像我们这样觉得更加放松一点的心态，都会面对一个问题，那不可惜吗？他们一定都会面对家人的或者是身边朋友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即便在学或者不学啊，但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可以选择的。我觉得当然很可惜，非常可惜。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非常美的一种语言，它的逻辑思维跟英文这种拉丁语系的文字字母的那个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有维度的，中文是二维的，但是其他的那些语言像字母语言它是一维的，所以中文它更多是一种图像，它会很美，你看它的字形你就觉得很美，而且就是很多东西你无法翻译，比如说诗词怎么翻译呢？没有办法翻译，你只能说你读懂中文，你才能知道他在讲什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李白写“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你解释，你翻译成两个人没有看不厌，因为敬亭山。这敬亭山，首先这三个字它就是很美，它读出来就很美，它有音律，它字形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当然很遗憾，而且我的母语是中文，以后我跟我的孩子交流，我当然是用中文跟他交流是更好的，更能够达到比较深层次的交流。但是 it's the fact，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我的孩子他对英文对中文学习有兴趣，我当然现在也给他制造很多好的学中文的环境，比如说我每天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他读绘本，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我跟他讲的是中文，我会给他找一些我觉得好看的，我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片，给他看是中文的。我在有意识的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学中文，让他不讨厌中文，让他对中文感兴趣。如果他以后还是感兴趣，那我会教他一些字，我会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教他，或者让他去上学，什么都可以。但是，这是我的努力。但是如果你问我，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must do 吗？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个是我的态度。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再跟我不想去学这个东西，我不想，我有更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他到小学或到初中之后 ，OK，我完全接受。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态度。我可以分享啊，如果他到小学的
这个程度还持续在学习中文，我觉得他已经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平了，我足以让我希望是安心，让他不再继续学习任何中文，至少对对，其实对我们我很希是这样。望他能够自己读一些中文的书，因为这是能认一些字吧。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你开始能读了，你就会慢慢把你的阅读量扩大。你其实，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 improve 你的中文。但他现在因为完全看不懂，那就可能前面需要一些家长的外力教他一些字啊，或者什么。前提是就是有时间或者有精力嘛。他如果可以，那就看他自己慢慢感兴趣到什么程度。对，因为他现在还很小嘛，4岁半，应该说可以刚开始学习一些字，这样的一个或者看一点点非常简单的绘本这样的一个程度吧，所以还很早，我觉得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从你的对话当中呢，我可以抓到2个关键词，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一个你说这个是现实，第二个呢就是要尊重小孩的兴趣。其实因为完完全全，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现实就是这样子，他是生活在一个和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要对，完全的认可他以他的方式成长，他可能长成一个什么样，不是我可以想象，不是我可以规范，也最好不是这个完全拷贝我的，不然会是一个失败嘛。那至于他未来会不会中文，我觉得背后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要成为的那个人，语言是他身上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我们会知道，全世界剩余可能70、60几的人不会中文的人，那他们一样有非常非常高尚的人，一样有非常非常胸怀宏大的人，有道德品质很高尚的人，是我希望他成为的那个部分。那个不一定要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啊，所以对，我就把这个事情留非常同意一个空。你这个。我跟我的朋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对这个学中文的执念了，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没有这个执念。我当然希望他会，但是你问我是不是这个事情是一定得做的，我觉得不是。我当然会觉得很遗憾，但嗯是我可以接受这个事情。我的态度是，假如他完全不会说，他只会说不会听，他完全不识字，他是个文盲，中文的文盲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么解释吧，假如他不会英文，他不会英文的阅读，我觉得不可以。这是我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是在国外生活的环境了，他以后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那他就必须要把英文学好，这个是 must do。但是中文，假如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这么的成熟的，我可以接受。嗯，对，这个是我的想法吧。但是可能很多对对。家长，我觉得不是这么想。比如我先生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不行，一定要会中文，一定要学会识字，一定要怎么样？对我来说，我没有这个一定要。我觉得面对现实的话，那我们假定啊，学习方法不变，还是需要大量的环境、大量的时间投入，小孩才可以掌握语言的话，那么你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中国。你回去中国，他就能够学好中文了，对不对？那可是对，我们不正是在用身体已经做出了选择吗？我们就希望生活在海外，我们本身就希望带着孩子去换一种生活环境，那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除非你说，我既要他学好，但是呢，我有一个更加厉害的这个方法，我像 AI 啊，或者whatever，你告诉我一个方法就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他还能够学好一个语言。那我看起来应该是不存在，不然的话，他应该会学好任何语言。那这个小孩应该是同时懂十几种语言才对嘛？你现在好对，像是我觉得语找不到言语言这种方法。学习没有什么捷径，这个就嗯是时间的积累，就是你投入多少就产出多少。所以我很多海外的孩子，他们中文很差，我觉得没有什么呀。你看看他花了多长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不是说他笨，或者说他不想学，这样子啊，你就这么点时间，那为什么人家英文很好呢？因为他花的时间在英文上更多呀，这嗯。没有任何捷径，我觉得。对对，其实和花的时间有关系。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个
最生动的实例。你看这里的人，很多人都会惊叹于哇，这边人均会4种语言，都是语言天才。他们会英语、马来语、华文，还会福建话或者广东话，这些好像都是标配。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在语言上投入的总时间比较多，他跟爸爸对用广东话，跟家对，还有族家学，就是对吧？他们本身有这个交流的需要，他需要对对对用这个语。对对对，就是你说为什么欧洲人人均都，为什么那么多人欧洲人都会5、6种语言，什么英语、德语、法语？一个是他们比较接近这些语言，第二个他有沟通的需要，他每个国家就这么想，你出了这个地方，你就要不同的语言嘛，你就得要用这个别的语言跟其他人交流，所以。如果家长你要让他学好中文，你要给他创造沟通的条件，就是你给他创造他为什么 why 我为什么我要学这个，你要给他创造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那你就是这个，我觉得挺难的。我的想法是我觉得非常难，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对，我觉得进而啊，你转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是一个方式哈，你去保护孩子的兴趣。我的感受是你好像是觉得，与其我一定要教会他中文，不如退而求其次，我让他维持这个兴趣，这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一部分，也是嗯相对可以做好的一件事情，并且呢，你会把未来小孩学习中文想要继续还是不想要，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小孩未来的自己。我不知道你是否嗯，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是的，当然是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内驱力，学习的内驱力永远是最重要的。不管学什么，他嗯穿衣服、吃饭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一个内驱力。那么你靠一个外力去强按着他，尤其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要让他怎么持续的，你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想想自己的例子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会一直？我为什么会一直在看书？因为我从看书这个事嗯情当中本身它是有 rewarding 的，我嗯是能从这个当中得到乐趣、得到反馈，就能够让我得到满足的，所以我才会不断的再投入时间。嗯但如果说我对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兴趣，当这个 push 你的外力消失了之后，就会立即终结这件事情。所以，而且越大，你的这个外力越没有用，因为孩子他越独立。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在小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给他种下这些种子，小心的呵护他，或者说都不是种下这个种子，他本来就有这个种子。你作为家长来说，你就是去保护好他的这个兴趣，他的这个内驱力，不断的去给他添砖加瓦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家长的，或者说当他不能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给他提供一些辅助，比如嗯说读书这个事情，他一开始可能他看不懂那么难的书，那你就给他简化版。我觉得国外很多做的很好，一些分级的读，这个故事同样的版本，它有适合3岁的，也有13岁的，也有18岁的，他们包括音乐也是。家长还有外部的我们老师什么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帮助他们去达到他这个 level 能够感兴趣的那个点，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还想请教你一些我常常听到的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会怎样看待这些观点。有些家长呢，他会觉得现在学好中文，那未来啊，他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我想这个竞争力更多可能会体现在说，未来学习中文的人会变得更多，或者中国的在经济上，他认为啊，未来还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因为这样他可以回到中国，或者他去参与到那些需要与中国做一些交往的这个事件当中。总之呢，他会觉得会让孩子获得更大的一个优势吧。我不知道这嗯，个问题你怎样看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吧，嗯仁者见仁吧。就我也不知道将来中国会怎么样。当然，我非常希望嗯它能够变得很强大。毕竟中文是全世界使用语言使用的人最多的一个语言。嗯多会一种语言当然是很好，而且中文我刚才说的非常的美。从私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希望我的女儿学好中文，这样她方便跟我交流，我们就没有代沟。不然的话，就她说英文，我说中文，还是隔着一层嘛。但是这个
东西技能本身来讲，你说他会法语、会德文、会英文，他多会一种语言，对他来说肯定是增加竞争力的。我同意是一个增加竞争力，绝对是增加竞争力。包括他可以锻炼他的脑子呀，他的口腔的肌肉呀，他的什么，就这些都是好处。但就还是回到刚才的我的观点，当然是好，你要看投入和产出嘛。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非常重要，那他就会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所以我就现在没有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对。还有一种观点啊，他会说，因为中文或者中华文化是它的根吧，它有可能会讲的比较凝重一些哈，甚至于但这个不单单是在中国哈，在马来西亚这种也是很多的。你知道，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取华人的接受中文教育的权利，也是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争取到他们呢可以独立的设置中学啊、小学啊。那他们呢，有时候老一辈讲起来会觉得他要延续这个传统啊，那就一定要小孩学这个非常好的中文。但是我还是落脚点在我们的这个同龄人或者同辈的人吧，在很多中国生活在海外的人，他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种你是怎么样来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很难讲嘛，因为我我倒没有什么根呐、什么这种观点，因为我是觉得他跟我的联系、跟家庭的联系、跟他的父母、跟他的爷爷奶奶、跟他的朋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你说一个根，这个东西本来就很虚无缥缈。比如包括我现在我们离开中国了，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的语言是中文，我当然很想念中国。我很想回去，但是你说我想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长大的那块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要说根的话，可能是我的根。我是怎么成为今天的自己的？是由这些元素、这些人、这些事情、这些经历拼成这样一个我。对我的孩子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我在观察他，他现在在维也纳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国际学校，那这边的国际学校，它真的非常的国际，他们班级可能十几个、20个孩子，是没有一个是一个国家的 global 完全的国际。我们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你就会发现每个国家的人他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然后他看到一些很 basic 的东西，你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我女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以后这个地球可能它是一个更融合的一个地球了。大家彼此之间不会分得很清楚，尤其是欧洲人，你会发现他的孩子，比如他的家长是一个是波兰的，一个是 Russia 的，他们现在在 Austria 生活，有些人是德国的，就是串都不要再串了，最后就回到他，你很难说清楚他的根是什么地方。可能对中国来说更单一一点，但是对于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他的祖辈的祖辈已经是混了，不停的混到他这边，你很难说清楚他是哪里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孩子也是这样，可能对他们来说，他就是地球人，他知道我的妈妈说的是中文，我的爸爸说的是中文，对，但是我现在说的是英文，我生活在 Austria，that's it。你就是这很难说清楚他是哪里的人了。就比如说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个我的作者陈美玲，她是中国人、香港人，然后她的先生是日本人，她的孩子在日本跟美国长大，他们现在在美国生活。那你很难讲清楚他是哪里人了，也不会有人会问你，他们会问你从哪里来，或者你现在住在哪里，不会你的国籍。这我觉得呢没有什么意义，就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野的补充啊，就你实际生活在欧洲的情况来这个进行介绍啊，我也非常认同。在具体啊未来去教你小孩中文的过程中，在听说读写，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安排，或者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法，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我们家现在孩子来说，我做的就是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给他读绘本，给他讲故事，这个是比较长时间的。嗯因为我自己认为，孩子的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阅读，他要具备阅读的能力。当一个孩子他非常爱阅读，他会识字的话，他不会差到哪儿去，因为书嗯嗯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只要他还有这个兴趣，嗯嗯他就可以不断的学习。在前面这个阶段，我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给他读中文的书，嗯读了很多很多的绘本，我们家有很多很多的绘本。现在比如说他能看一点点电子产品的时间了，那我会给他找一些，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的《西游记》啊、动画片啊，或者什么《葫芦兄弟》啊，嗯反正就嗯嗯这些，我觉得我小时候喜欢看的东西嗯啊。这个是我们在现阶段做的。我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教他识字。那时候他3岁多4岁不到，我买过有个叫4、5块读的，速快读，对，4、5块读的书，就把那个卡片每天就是跟他玩一样的，就跟他说，哎，这个是什么呀？用那种方式，可能每天教个几个字。他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还挺好，挺有兴趣的。但后来因为我就很忙，生孩子啊，什么第二个孩子出生什么，我就没有这个时间再教他，所以这个事情就中断了。那这个中断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在我，所以我就在一开始就说，家长能花多长时间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挺关键的。你有没有想好，你会不会一直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如果你中断了，那可能你孩子跟你的时间投入都没有了，就沉没成本了，这是一个。我接下去我可能会再开始重新尝试教他一些识字，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会教他多一点。可能常规的字他学会了一些之后，我就可以给他看一些适合他的那个时候的阅读的东西。差不多这个就是我的计划吧。等他如果说真的感兴趣，我可能会送他去学中文的学校啊，写书法呀，啊。类似的吧，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你自己对小孩学习中文的心态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或者重大的转折？有没有呢？这也可以分享。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这个执嗯念，说实话，嗯嗯因为我们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想到要出国呀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他学中文的执念。我从一开始我就接受这个事儿了。嗯嗯我最近是有一点变化，是因为从他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是写日记的，我会记录他每天发生了些什么事儿啊，我们之间有一些什么互动啊什么的。我就想等他以后长大了，他看这个东西是一个妈妈给他的礼物，我觉得很珍贵。那我最近突然想到，诶，如果他不识字的话，那他好像就不能看得懂我写给他的东西啊，我就会有一点遗憾。所以呢，从这个遗憾的角度出发，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会一些简单的阅读，能看得懂我写的这些字儿啊什么的。可能读的磕磕绊绊的，但是他能理解，我觉得就 OK。我觉得这个目的应该不是很难。你的嗯，孩子，你的孩子的水平应该现在就能可以可有以。就能看懂。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相信科技的力量。我觉得要不了多少时间，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应该看到的、听到的文字的形态本身，这个巴比伦塔不应该再变成一个障碍了，啊，应该是对，也自由可很有可以切换。能。你看现在 GTP 都已经这嗯么好，所以我觉得可以翻译的很好嗯。啊。对，以你那再讲一下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比方说以你先生对中文的态度，还有我们身边也接触过不同的家长，你觉得有一些人他们为什么对学习中文是有我讲的是超乎我们认为的这个执念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有一种观念，觉得这是他的根的所在吧，这是嗯他的文化，他的根，他的很重要的东西。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是个很空洞的概念。比如我现在这样说，我是个中国人啊，我要回到中国啊什么的，但这里面有很多概念，其实也很，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嗯我觉得是这样，
包括很多家长，嗯嗯嗯我观察啊，比如说我附近周围有一些家长，他们大一些了，孩子大一些了，他会说，我送他去中文学校卓有成效，他背了很多首唐诗，他这个很厉害，他中文现在很好，他会背唐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是很，我完全不 care 这个事情，不羡慕这个事情，嗯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对，会背唐诗只能说明你的孩子记忆力不错。那嗯你背英诗也可以啊，背什么诗都可以嗯啊。你背一些他更感兴趣、对他成长更有帮助的事啊情都可以啊。可能家长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概念，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得太清楚吧。当然，我也不觉得我的观点就是完全对的，我只是说，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我先生说他觉得他会背唐诗，背那么几句话，那能说明你的中文好吗？不能呐、你多认识几个字，你能说明你的中文好吗？不能啊，你能恰当的表达你自己的情感，还能够让别人也觉得感同身受，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力。你说嗯我会背诗，背唐诗三百首，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本来就是有一点政治化的。当时选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经典、那么好，必须得读的东西。很多家长现在让自己的孩子去背这些，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孩子理解不了，也又花了很多时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可能会挫败他的情绪。相反，他嗯。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一直让我背这个，我又不理解，我又花那么长时间背，why？我本来可以去玩，我本来去可以干嘛？我对此也有一点解释，但我也不敢印证。我觉得我的这个文史的基础太薄弱了，不足以可以证明这个事情，也实在是无法印证。我觉得出于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被强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就是我们的文化的独特性、重要性，我觉得都是被琢磨很多的。我觉得有可能多到近乎于有点自吹自擂，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这是其一。第二呢，我觉得我们从小在一个社会结构上，或者是在这种治理方式上，更多的强调的是大一统的教育，告诉你要回到你原先的地方，要全部铁板一块，思想一致才是重要的，才是唯一正确的。这个可能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会让所有人得出现在的结论。我不敢说所有吧，但我想这应该会有部分原因。有可能，我觉得就是家长不要太有一个观点，我一直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我就发现，因为我在做编辑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育儿的书，接触了很多家长。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孩子，各种各样的家长吧。我发现家长就是有一点儿比较自以为是，这个我觉得是在教育当中，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你得要摒弃的一个观点。嗯很多家长总是觉得我能改变孩子，我能让孩子怎么样？我这个孩子是这样，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不是这样。家长嗯包括学中文也是这样，你得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你的孩子不是说你让他学，你就能做到这件事儿。我觉得不是的，很多家长夸大了自己的能力，或嗯者他觉得他的能力很高，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多孩子被家长 push 的非常厉害，或者按照他框定好的那个东西，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框是好的呢？就是嗯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的成就没有你高呢？你的孩子一定会超过你，这个是我作为家长的愿望。那你给他设定的一个框，你不就去限制了他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惜的东西。包嗯括就是学中文也是这样，他可能一天当中有8个小时，你让他4个小时都在学中文，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兴趣呢。他本来可以嗯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呢。家长别太自以为是了。我是一个中文系的人，我觉得我的中文还不错，但是也没那么好。但是我就会发现，我周围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我可以教孩子啊，我可以教他背唐诗啊，我可以教他中文啊。我就觉得大家很自信，就是
你你其实教不了他，你能用你的专业去给他找一些好的书啊，或者更好的老师啊，或者什么帮助他进步。但你说你来教，我觉得很难。对，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这可能和每个人的认知的框架是有关系的，因为一个人很难跳脱出自己的认知吧。你讲到这个，嗯，我也看到有一个视频，里面说王朔写给女儿的信，他说他这个不想要的就是变成女儿一个类似是说这种充满毒素的那种很恶劣的儒家父亲哈。他说我不要变成这样，好像他对小孩的教育啊，最重要的责任啊，都不是说教会他什么，更不是维持他的兴趣，而是我首先不要把我身上那些不对的、自私的那些他觉得自己对那些媚骨哈，他觉得他身上有这些问题，我不要传给女儿，我已经很好了，有这种对，说法。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我嗯觉得家长要时刻的保持一个警醒，就是你要自省，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孩子很小你就可以指挥他这那的，你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家长限制了小孩的发展。小孩，你其实仔细的观察他，你会发现他很多想法很有意思。你家长可能是，后天为什么很多孩子变得没意思了？我觉得是家长是得负责任的，包括老师也好，这个社会也好，嗯他的天性，他的 gift 被抹杀了。那我就觉得家长你最好 stand by，就是在边上默嗯默的支持嗯嗯嗯。就好了，不要去管太多，真的就是不要觉得他是你的生下来的，你就可以决定怎么样，不是嗯这样。嗯我一直是认为家长是一个通道而已，小孩可能通过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给嗯他一些帮助。你看，像动物界当中，小猫小狗能站起来的就走了，他的家长就走了，让他自己去嗯探索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比较关键。我嗯们所做的就是，比如说，我想让他在一个更自由的环境生活，所以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那带到这儿来，对他来讲，可能他更开心、更自由，那就好啦。我就 support 他，所以我不太会说你一定要学中文，你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妈妈。非常好啊！我觉得看似我们在沟通的是对小孩学习中文的理念和实践，那它背后呢，更是对教育的一些理念，和有如何做好家长如何做好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吧。尤其你带来了欧洲的视角，我觉得也很受震撼，很受鼓舞啊！我知道说啊，原来小问题在每一个家长他们的看法都会是不同的。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多和不同的家长去沟通，这样会在别人身上来了解自己的不足。对，我觉得就是你跟这边的家长交流多了之后，全世界各种地方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文化讲少到，比如说喝汤还是吃汤，可嗯能在嗯那个德语里面 essay 就是 essay soup，就是你吃汤。那但是在中文里哦面，你就只能喝汤，这种东西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世界很嗯有意思。你就不会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被妥于这个很小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外面是很大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那么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很喜欢我女儿的学校，因为它是真正的一个国际化的学校，你很难讲清楚这边的人会有什么歧视呀，或者这个地方的人我得歧视你，或者什么没有，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地方，你没法歧视，每个人都是那么不一样。在他从这样一个环境长大，他也不会觉得长成这样很奇怪，或者你这么想很奇怪，不会，他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主题，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中文的，你可能会发现中文是 one language 这个世界嗯上的 one of the language，很多人使用的一个语言，它很特别，对你来说是你的 mother tongue。仅此而已。你如果嗯。给它赋予太多太多的，可能会让你自己很累。所以我嗯就是自己，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吧。可能家长会觉得好，没有那么
就如果你达不到这个，你也没有那么纠结，没不用有那么焦虑啊。你对，带给我们没有那么焦最大的收获啊，我想就是首先要认清自己和小孩所处的现实，要厘清我们对小孩的期望和家长的作用。行动上呢是要保护好小孩学习语言的兴趣，这可能是我们能做的最多的事情，可掌控的一些事情。对嗯，对，还有就别太自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学得很差，中文学得很差，这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时间的问题。你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That's it，就是仅此而已。不要焦虑。哇，这个我想很多人如果正在为小孩学习中文而感到焦虑的话，听到你的说法会会心安许多吧。好的好的，谢谢。你还有什么是要这个再补充的吗？没有什么了，我就是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常常跟我先生讨论中文的问题，因为他自己觉得我的中文很好，他经常觉得你怎么不教啊？你怎么不教啊？你怎么不教小孩认字啊？你怎么不教他唐诗啊？但我觉得挺难的。从我跟他的沟通来讲，我觉得你要让他逐渐接受到中文是一个 language，是一个 tool，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交流的工具而已。他可能不是很一下子能接受吧。我是希望是这样，但我又很多人觉得中文的确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也觉得 OK， 大家保持各自的想法就 OK 了。你还是一个内容创造者吗？你有自己的一个公众号是吗？要不要也正好能说一下在做一些什么？我原来有一个公众号叫苏格拉底很闲，其实那个号还是有蛮多粉丝的，但最近用不了了，所以我现在重新开了一个号叫不败。花开拉不败啊。对，这个是我原来因为很早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花开不败，有很多很多的读者，可能有好几千万就看过那个文章吧，就一代一代的高考生都喜欢看那个文章。所以我就重新建立了一个，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可能就因为我新来了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也是所有事情都是很新的，所以也在慢慢适应，想要记录一些变化呀、心得呀之类的。是关于你个人生活在海外的一个记录。对，会有一些记录，会有一些育儿的一些新分享呀，包括观察我女儿她的一些成长啊，我自己的一些就是笔记一样的东西吧，还有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在国外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不方便，各种各样的，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反正就是一个 blog 之类的一个东西，好啊，那大家如果听到现在的话，那就说明这个非常喜欢你的观点，应该要进一步来关注一下啊，你的这个号，了解在欧洲生活、育儿和生活的一些实录啊，非常感谢。谢谢。好，也非常谢谢你的时间和分享。拜拜。好，拜拜，拜拜。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一个不算。谢谢。